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。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聊到氣候變遷，我們通常會怎麼想？大概就是一台超巨大的機器壞掉了，我們得像個工程師一樣找到壞掉的零件，把它修好，對吧？但如果我跟你說，我們可能從一開始就完全搞錯了"機器"這兩個字的意思呢？今天我們就要戴上一副很特別的哲學眼鏡，來重新拆解這場全球危機。OK， 這就是我們今天分析的路線圖。我們會先從大家都有感的危機現況出發，然後帶你看看科學家跟哲學家看待機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。接着，我們會深入一個超酷的哲學概念，看看我們人類在這套系統裡面到底是扮演什麼角色。最後，我們再來一起思考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：光有新的想法，真的夠用嗎？好，那我们就先從大家最有感的地方開始聊起吧。在我們跳進那些燒腦的哲學之前，得先校準一下我們共同面對的現實。1.5度C， 你可能對這個數字很熟，對吧？以前我們聽到它，總覺得是個遙遠的警告，是未來的事。但根據歐洲最新的氣候報告，2024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極有可能就是地球平均升溫正式突破1.5度的第一年。這已經不是什麼未來預言了，各位，這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。這也代表我們這台行星機器的失靈是一個血淋淋、活生生的事實。所以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顛覆性的問題。我們一直都假設氣候系統應該要像時鐘一樣穩定運作才對，但萬一這個最根本的假設本身就是錯的呢？如果這台機器的本質就是注定要不斷的出包、不斷的失靈呢？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挑戰這個根深蒂固的想法。你知道嗎？我們接下來怎麼做，其實完全看我們怎麼定義這個問題。而這一切的核心就卡在"機器"這兩個字上面。我們對它的理解決定了我們的下一步。OK， 這裡就有兩條完全不同的思路。第一條路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科學家眼中的世界，就像一個超精密的瑞士手錶，每個齒輪都完美咬合，因果關係一清二楚。你投入 A 就會得到 B， 你排放更多二氧化碳，溫度就會上升。這很直接，很線性。但另一邊有兩位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跟加塔黎，他們說不對，你們都搞錯的。他們認為一台真正有生命力的機器，它之所以能運作，不是因為它很完美，恰恰相反，是因為它總是在出狀況，總是在故障，總是在自我調整。它的本質就是混亂跟創造力的結合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碰一個聽起來可能有點硬的哲學概念哦，但你先別急着轉台，相信我，我會把它講得讓你一聽就懂，而且你會發現，哇，這東西跟我們的生活還真有關係。所以這個慾望機器到底是什麼鬼？重點來了，你千萬不要把它想成一台實體的機器，像是你家的冰箱或電腦，你應該把它想成一個動作，一個正在進行的動作，像是機器的運作。它就像一座永不停工的工廠，不斷地把各種東西，像是我們的慾望、科技、自然資源，全部抓進來，串聯、切斷、再重組，最後生產出我每天體驗到的這個現實世界。那這種奇特的機器是怎麼跑的？我們把它拆解成3個步驟來看，你就會很清楚。第一步，它會為了要解決某個問題，把各種不同的東西都在一起。第二步，這個組合出來的新發明會反過來創造出一個全新的環境，哲學家叫它關聯場域。這聽起來很玄，但舉個例子你就懂了。電腦的發明是不是就創造出了網際網絡這個新環境？而現在網際網絡的存在又反過來決定了我們要怎麼設計新的電腦，它們是互相生成的。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第3步，它的運作不是靠穩定，而是靠持續的出包、調整、再出包、再調整。好，理解了這個運作模式之後，我們把它直接套在氣候問題上，你馬上就懂了。當年的化石燃料的發明，不只是解決了能源不夠用這個問題而已，它同時也創造出了一個全新的關聯場域。這個場域裡面包含了什麼？包含了全球的礦產開採、龐大的運輸管線、各種基礎設施，當然還有一個越來越熱的大氣層。這就像神話裡面那條咬着自己尾巴的蛇，它自己創造出來的系統，最後回過頭來把自己給困住了。OK， 既然我們搞懂了這台機器的運作邏輯，那問題來了，
我們，也就是你跟我，在這台巨大又 Pustania 搖晃的機器裡，到底算什麼？我們扮演的角色是什麼？基本上，我們有2種活法。第一種叫做臣服，意思就是你完全被系統的流动推着走。這就像你打開 YouTube， 演算法推什麼給你，你就看什麼；或是今年流行什麼顏色，你就買什麼衣服。你變成一個可預測的標準化的消費者。但還有另外一條路，叫做主體化。這時候你就不再只是被動地滑手機，你會開始想，我為什麼要看這個？演算法是怎麼影響我的？你甚至開始自己創作，去發明新的流動來影響別人。簡單說，你是要當一顆被動的棋子，還是要試着成為那個下棋的棋手？好，我們剛剛說氣候是一台大機器，對吧？那任何機器都需要一個引擎來推動它。那推動我們這整個氣候機器的引擎中的引擎又是什麼？我想答案大家心裡都有數，就是資本主義。在這道哲學的眼裡，資本主義最核心的任務是什麼？其實很簡單，就是把所有的限制都打開，讓能量啊、慾望啊像洪水一樣流出來，然後驅動生產。它的目的不是為了我們需要什麼，所以來生產，不是。它的目的就只是為了生產這件事本身，永無止境地生產下去。可是你想想看啊，慾望如果像脫韁野馬一樣亂竄，那不是很危險嗎？整個社會不就亂套了嗎？這就是資本主義厲害的地方，它不是去壓抑你的慾望，反而是幫你蓋好一條條安全的水道，把這些能量引導到特定的地方去。比方說各種度假村，讓你追不完的影集，滑不完的社群平台，還有每一季都不同的流行趨勢，這些都是被設計出來的出口，讓我們把無處安放的慾望安全地灌進去，好讓整個生產的巨輪可以繼續轉動。好，聊了這麼多哲學，聽起來很酷，對吧？但我們還是得回到地面上來，問一個最實在的問題。所以呢，懂了這些，然後呢，這套思考方式在現實世界裡到底有沒有用？這就是最矛盾的地方。如果這個系統天生就是被設計成會不斷出包、不斷失控，那我們這些在裡面的人到底要怎麼去控制它？這完全是兩回事。就像氣象學家可以精準預測颱風路徑，但他沒辦法叫颱風左轉或右轉啊，對吧？我們來整理一下，從哲學走到行動，這條路該怎麼走？首先，問題的核心在哪？在於我們對化石燃料的癮，這是一種身體上的依賴。那哲學家給的解方是什麼？他們說要去找逃逸線，意思就是要在現有的軌道旁邊硬是開出一條新的路，創造出新的生活方式。但這不是叫你空想哦，這條線必須是具體的、物質性的。說穿了，就是要實質的減少碳排放。但這就撞上最大的牆了。在一個整天鼓勵你買更多、要更多的系統裡，你要怎麼反過來去慾望更少、生產更少？這幾乎是一個死結。老實說，這套哲學思考它也不是萬靈丹，它有好幾塊重要的拼圖是遺失的。比方說，它不太能解釋複雜的國際政治角力，也沒告訴我們具體的集體行動該怎麼組織。而且我覺得最關鍵的是，它可能有點小看了人性。我們對於現在這個系統給我們的方便舒適，那種依賴感，那個誘惑力，真的太強了。所以最後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你，也留給我自己。當我們面對的危機是需要我們從根本上改變怎麼活的時候，光是學會一套新的怎麼想的工具，這樣真的夠嗎？從懂到做，這中間的距離到底該怎麼走過去？好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我們用了一個很特別的哲學角度，把氣候變遷看成是一台天生就靠着失靈在運作的機器。在這台機器裡，我們可以選擇被動的臣服，也可以主動的去主體化，創造新的可能。但同時，我們也得認清，驅動這一切的資本主義引擎，仍然在不斷的鼓吹無限生產。這套思考工具給了我們一張全新的地圖，但最終要怎麼跨出第一步，從知道到做到，這個巨大的挑戰，留給了我們每一個人。今天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訂閱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